这次首脑视频连线之前，美国还有两个重要的动向，体现出了以反映美国利益或价值观的方式和从实力地位出发。我们来看看啊，这两种说法是何其的自相矛盾。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鲍明说。这期的话题我们说一说拜登从实力地位出发谈了些什么成果，看来呀是让他失望了。中美元首的视频会晤啊，在11月16号结束。美国方面呢，正在一点点的向外透露有关的信息。从有关情况来看呢，美国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不但是因为中方坚决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因为美国一开始就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就在视频连线举行之前，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公开对媒体表示，拜登将从实力地位出发参加这次会谈。这次峰会以反映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设定美中竞争条件，美方将要求中方按陆规行事。字字句句啊，都体现出了美国式的傲慢和霸道。自从中国坚决反对把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以后，美国方面似乎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反应迟钝。因为在美国多年的国际政治实践当中，定概念下定义好像是美国的专利啊。美国说好就好，说歹就是歹。这主要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掌握了全球绝大多数的金融、商业和媒体。在西方集团内部呢，英语国家群体又处在核心统治地位，话语权是极为强大的。冷战这种历史性的事件，就是在丘吉尔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了演说之后，居然就变成真的了。这一套在今天的中国面前当然行不通。相信美国政府的上层，从拜登、哈里斯这样的大人物，到布林肯、戴奇这一类的具体的负责人，对中国的立场已经有了相当不少的认识。但是整个美国政界乃至美国的民众都很难从美国说了算的这种思维惯性当中刹车。所以在首脑视频连线之前，白宫为了向外界交代背景，还是摆出了老腔调，似乎这将是一场美国颐指气使、中国唯唯诺诺的表演。自从新中国建立，中美关系就从来不是这种模式。中国先后2次在战场上打败美国，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又不止一次的上门央求，希望中国能够在战略上帮助美国，其中包括冷战后期与苏联对抗、911之后的反恐、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债务问题。如今美国在气候问题、贸易问题、债务问题上依然是有求于中国。所不同的是，在历史上美国政府每当认识到自己有求于中国，都能够拿出比较诚恳的姿态来。而最近的几届美国政府却癫狂到求人还要先踩人，几乎把传统的外交技能都丢光了。当年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虽然代表着一个远比中国富强的超级核大国，却对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表现出了巨大的敬意。2008年的金融危机前后，小布什亲自到中国出席了北京的奥运会的开幕式，还亲自下场和运动员交流。如今中美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正在衰退，而中国比上世纪70年代、90年代以及2008年的时候都要强大得多。但是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竟然对中国采取了越来越恶劣的态度，而且一届比一届过分。这只能说明美国的自信心已经崩塌，而且很难再重新建立起来了。这次首脑视频连线之前，美国还有两个重要的动向，体现出了以反映美国利益或价值观的方式和从实力地位出发。我们来看看这两种说法是何其的自相矛盾。首先，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正在牵头谈判，讨论解除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征收的惩罚性关税。特朗普设立关税的时候也不是通过谈判的，而是单方面征收的。如今美国方面发现，美国的这个惩罚性的关税惩罚的不是中国出口商，更不是中国政府，而是美国人民。难道这就是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吗？其次，在参加视频连线之前几个小时，拜登签署了一个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拜登对这份法案的评价极高，认为再不投资基础设施就要比中国落后了。但是根据统计，在2020年，
中国全国31个省市基本建设重点项目的总投资是超过了50万亿元。这就是中美两国今天的实力的对比。从这种实力的地位出发，美国有底气强迫中国接受美国制定的规则吗？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